英语学习系列：如何听懂母语人士的快速英语？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今天我们要来破解一个大家敲破碗，真的让无数语言学习者超级头痛的终极密码，也就是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听懂那种像机关枪一样快又自然的母语人士英语。如果你曾经在跟老外开口聊天的时候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今天的内容绝对会彻底颠覆你过去的学习观念。我们不只要帮你把听不懂的病因抓出来，更会带你一步步建立起大脑聆听的全新习惯。为什么我总是慢半拍？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对吧？跟英语母语人士交谈的时候，表面上你一直猛点头，好像都听懂了，但其实你的心里根本慌得要命，完全是一片茫然。你知道我说的那种感觉吧？你非常努力的想要跟上话题，但你的大脑却还在手忙脚乱地处理他们刚刚说的第一句话，人家早就讲到天边去了。那种永远在苦苦追赶的感觉，真的超级令人挫折的啦。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来谈谈这种在快速英语中迷失、努力想跟上却倍感挫折的现实。首先，我想跟你说，别灰心，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而且导致你听不懂的真正原因，绝对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哦。那么来到第二部分，两大听力迷思。在我们找到真正的解药之前，我们得先来破除几个骇然不浅的旧观念。平常听不懂的时候，我们最常拿来安慰自己的两个借口，其实完全是搞错方向了。第一个迷思是，是老外讲话太快了啦。可是你仔细想想哦，他们母语人士彼此聊天的时候，明明就沟通的超顺畅啊。所以问题根本不是他们讲话的速度，而是我们大脑处理声音的速度太慢了。再来，第二个迷思，我听不懂是因为我单字背的不够多。说真的，你现在就算拿着一张逐字稿，上面的每一个单字你都认识，但只要对方用自然的语速讲出来，你80%还是会听得一头雾水。这就非常明显了嘛，问题绝对不只是出在单字量而已。好，既然不是速度，也不是单字背太少，那到底哪里出错了？其实真正的元凶是我们大脑里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那就是我们总是习惯一次只听一个单字。先别怪自己，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这其实是我们从小在学校死背单字表，习惯那种逐字翻译的教学方式所留下来的后遗症。这种方法拿来考试阅读可能还行，但如果是要拿来练听力，这绝对是一个超级糟糕、效率极低的策略。这就带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你大脑的语言工厂，也就是我们处理语言的内建机制。我们来看看科学上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如果要让你马上秒懂大脑是怎么运作的，最好的比喻就是把大脑想成仓库和工厂。把你的长期记忆想象成一个超级巨大的仓库，里面堆满了你辛苦背下来的单字和文法。但是呢，当你真正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负责处理资讯的其实是这个工作记忆。它就像是一个空间非常有限的工厂生产线，负责把听到的声音拼凑成有意义的句子。不过，问题就出在这个工厂，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数字4，没错，就是4。你的工作记忆，也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大脑小工厂，在任何一个瞬间，最多只能同时容纳并处理大约4个单位的资讯。注意哦，我说的是4个单位，不是4个单字。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听力总是卡关的最关键瓶颈。我们实际来模拟一下，当你用那种旧的逐字聆听习惯去听英文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惨剧？假设你听到单字 I 碰占走工厂里的一个位置，然后听到 try 第2个位置没了，接着听到了 to 第3个位置被占走，再来是 see 第4个位置。好了，就这样，你大脑的工厂瞬间大爆满，直接系统超载。结果会怎样？大脑为了要把接下来听到的新单字塞进来，只好被迫把句子最前面的字给丢掉、忘记。这就是为什么你听英文永远都在慢半拍的真正原因。所以啦，进入我们的第4部分，词组习惯解决方案，我们要学着传送更聪明的资讯包。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把大脑的工厂扩建，那我们就只能改变送东西进去的方法咯。来，我们直接用一句大家天天在用的超日常英文来举例示范，像是这句 I try to see them as much as possible， 也就是我尽可能多去见他们。当母语人士讲这句话的时候，绝对是噼里啪啦一气呵成的。现在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如果用不同的习惯来听这句话，大脑的感受会有什么天壤之别？
你可以对比一下这2种方法给大脑带来的压力。用旧的逐字法，这句话总共有10个单字，等于你的大脑要同时像小丑一样抛接10个碎片。你还记得我们的工作容量只有4吗？这绝对会让工作记忆瞬间崩溃死机的。但是你看看另一边，如果你能改变习惯，把几个常常连在一起的字看作一个词组单位，整句话瞬间就只剩下2个单位了。I try to see them 是一个大单位， as much as possible 是第2个大单位。你大脑的负担直接从10暴跌到2。这样一来，你就突然有了超级多余裕的脑力，可以轻轻松松去理解对方想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在那边满头大汗地解码一连串像狂风暴雨一样的单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深深印在脑海里。只是一味背诵更多单字，就像是试图借由把更多原料倒进仓库来解决工厂的超载问题一样，这根本是白费力气嘛。如果你继续用一个字一个字的方法去练听力，你只是在不断强化那个让你听不懂的坏习惯而已。想要真正长久的听懂快速英语，关键绝对是改变大脑处理资讯的单位。在今天的解析来到尾声的时候，我想留一个超级重要的问题给大家想一想。下次当你戴上耳机，坐下来准备练英文听力的时候，先停下来问问自己，等一下，我现在到底是在干嘛？我只是在考试测验自己听得懂几个单字吗？还是我正在积极训练我的大脑，建立那个把字串成词组来听的全新习惯？老实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彻底改变你未来的英文学习之路。从今天开始，试着把单词打包成词组来听听看吧。相信我，你会发现那种超快的自然英语，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